1977年啊，开始叫做万象更新啊，因为文革也结束了，四人帮也粉碎了，邓小平同志也恢复了工作，所以他恢复工作以后呢，1977年就在人民大会堂，那是8月份主持召开了全国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同志在座谈会上果断的决策说，恢复中断了10多年的高考制度。好，400位西方记者在那儿问你问题，你就直接回答。小平同志是第一位站出来说没问题，大家敞开问。还有人问他钓鱼岛的问题，哇，中国随行的官员都非常紧张，但小平同志回答得非常好，全场记者都折服。然后又问到我们大革命啊等等，小平同志也回答的都非常的诚实。他说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毛泽东的错误，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错误，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们今天承认我们贫穷且落后，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向前走。终于来到了1977年啊，我这个姗姗来迟的终于上了小学。可能今天的人都很不理解，说你怎么那么晚上小学？我也不比别人笨，也不比别人难看，但是我特倒霉，就是我晚生了2个半月。那个时候北京市是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你要到9月1号以前到了7岁，你就能上那一年的小学。但是1976年9月1号我还没到7岁，所以我只好又等转过年去才能上小学，导致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7岁好几个月了。为什么是好几个月而不是将近8岁了呢？因为我是春天入的学。我们那时候应该说我那一届每一次都赶上一个所谓的改革的那个坎儿上。中国呢是文革之前当然是按秋季入学啊，跟全世界一样。然后文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春天可能更好，总而言之就改成春天入学。所以我1977年春天上小学，结果是最后一届春季入学的小学生。1977年的9月我下一届就入学了，所以我就很倒霉。我下一届入学以后呢，他们就变成了第一个上6年的小学的年级，就恢复6年制。而我呢就上了5年半小学，因为在我之前是上5年小学，在我之后是上6年小学，所以我们正好1977年春天最后一个春季班的学生就上了5年半的小学。然后到了高中中学的时候，我正好又赶上第一个要高3毕业才能考大学，在我们之前高2也可以考大学，在之前就没高3，所以又赶上了那时候。然后又赶上最后一届大概不要交学费的大学，所以每一步都正好踩在那个分水岭上。于是1977年的春天我就去上了小学，上了西师附小，现在叫西师附小啊，那个时候可能叫石油部子弟小学啊，还是什么，大概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那时候都在石油部工作嘛，在石油部的设计院，所以这个小学呢是在西城区。为了做这个节目，我刚才还上网看了一眼目前小学的排名，我才发现原来小学现在分得这么细的排名啊，这不就是给学区房涨价提供参考吗？这个我其实觉得很不同意小学应该这么分，什么一流1类小学，一流2类小学，你让小孩从小就陷入到那种攀比啊竞争啊，我觉得这不好，其实不应该给小学排这种名。当然了，小小得意还是有的啊。我看了一眼，北京市大概一共10几所一流1类小学，其中最多的是西城区和海淀区。西城区的5所一流1类小学，其中就包括西师附小；海淀区5所，东城区3所，其他区好像没有。朝阳区我看一下，最好的叫一流2类小学，还只有2所。然后就什么2流，我觉得你给人家小学挂这种名字多不好，说你在哪儿上学，我在一个2流2类小学，这很不好。但是呢，总而言之，这个西师附小一直都是西城区最好的小学之一吧。现在可能是更加的学区房贵了，因为现在是就近入中学，然后每个小区有对应的中学。我看了一下西师附小对应的中学，那基本就是西城区最好的中学，北京4中就是我的母校啊，就北京最好的中学了。然后北京8中老狼的母校，
也是北京的市重点，然后师大二附中、13中是北京的区重点。那这一个小学对应的几乎是西城区大半壁江山的好的中学，那学区房得多贵啊！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就近入学还是怎么着的，那个时候还是都得考，因为1977年实际上是刚刚恢复高考，第一届10年积累的人，然后拼命去考大学，准备时间只有2月，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高考恢复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呢，恢复了以后就什么都要考试，所以小学升中学也是考试，初中升高中也考试，高中升大学也考试，所以就没有什么学区房的概念。我印象中我上小学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竞争，说要怎么样。我们那一片当然是全是大院，所以小学的质量肯定是很高的。我一直认为一个学校的质量最重要的是学生的质量，哪怕是哈佛大学最重要的也是学生的质量，清华大学最重要的也是学生的质量最高。学生质量不高，你把什么老师什么教授放那儿去也没用。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学校的学生质量非常的高，因为这个小学周围全是北京重要的大院，当然石油部是个大院啦，水电部是个大院，还有总政大院。我当然没看过大院面积排名啊，就以我在北京长大的这个脑子里的印象，总政大院如果不是北京最大的一大院，至少也是最大的之一，因为那个大院实在太大了。现在北京的中轴路实际上是穿过了整个总政大院，总政大院是跨中轴路两边，原来是一个巨型的大院，后来北京修中轴路的时候龙脉嘛，直接就把总政大院给穿过去了，所以总政大院现在分成俩，中轴路东边一个西边一个。有关这个我们那些大院的故事，以及我在小学的各种风光故事，咱们不着急啊，小学上5年半呢，咱们慢慢的聊。所以今天更重要的是要聊1977年恢复高考。1977年啊，开始叫做万象更新啊，因为文革也结束了，四人帮也粉碎了，邓小平同志也恢复了工作，所以他恢复工作以后呢，1977年就在人民大会堂，那是8月份主持召开了全国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我的外公外婆都参加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外公已经恢复了工作，恢复了清华大学副校长，因为他从42岁就做副校长，57年以后就长期负责清华大学的教学跟科研。那文革的时候当然就这之前都讲过了啊，在1977年的时候恢复了副校长，继续主管教学跟科研，所以他就参加了这一次的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座谈会上果断的决策说恢复中断了10多年的高考制度。大家想想，那是已经是8月份了啊，8月份才决定说恢复高考，但是小平同志雷厉风行嘛，所以就说咱们不等了，今年就开始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间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因为在之前文革那些年里，后期吧是叫工农兵学员，就是群众推荐，然后到学校来上课，让工农兵来读大学嘛，不要臭老九。但是呢，那些工农兵学员其实也比较惨，因为他们来清华读了书，来北大读了书，但是正式恢复高考以后也不承认他们的学历，所以他们很多人其实是非常的艰苦的，刚刚读了几年在学校里，比如在清华，然后一恢复高考马上又重新考，然后又考上了，这样的人有不少，我就认识其中有这样的优秀的人才。就比如我们清华的前党委书记陈希，他就是大概74年的工农兵学员来清华读书，恢复高考以后他直接就考了研究生，考上研究生了直接，然后正儿八经清华毕业，毕业以后留校一直做到清华党委书记，现在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啊。但是像他那样的人当时也不少，但是更多的是没有机会参加高考。大家想想，从66年开始那么多年，大家插队也好啊，还是做工人也好，还是当兵也好，是积攒了10年的没有机会高考的人，在那个时候突然10月份的时候
国务院发了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到10月21号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宣布恢复高考。这一下可全国都炸了窝了，因为这个高考呢是冬天举行，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的高考，所有的复习时间就只有1个多月。其实文革也好，什么也好，也只有短短的10几年，但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上，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所以能读书能上大学，那是多少人的梦想。在之前为了能被推荐到大学做工农兵学院，那有无数的年轻人付出了多少代价才争取到那个时候一个名额。但是现在真正能高考了，当时的报考人数高达570多万人，虽然没有现在多啊，现在可能比这还多，但是那是人口增加了那么多，再加上扩招导致的大家都能上大学。当年的录取率非常的低，因为太多人报考，经过扩招，总共本科加大专全国一共才招27万多人，录取率 4.8%， 是中国高考历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而且由于当时高考已经中断了10余年，所以大家的经验啊，怎么组织啊，如何这个在短短的1个多月内就面对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考，那是手忙脚乱。招生会议就开了2次，导致错过了原来要求的招生日期。然后各个省什么出题啦、监考啦、人员培训等等，在全国各地是所有的年轻学子，很多人已经不年轻了，很多人都带着孩子，然后在那儿点起煤油灯复习。然后这边是招生考试等等，忙得一塌糊涂。辽宁得到恢复高考消息第2天就组织了20多人的命题组，老师们到了宾馆才知道是来命题的，而且当时要求考察范围不超过高2，就是基础知识。20多天就把题出完交付印刷，当然印刷的时候就没纸，当时中国大家想想看，那个刚刚10年动乱结束，然后一切百废待兴，考卷的纸都要向本省的纪委申请，那个时候叫纪委，现在可能改名叫发改委啊，我不知道这俩真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反正那个时候计划经济时代嘛，每个省都有纪委，然后再由出版局调拨纸。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到年尾了，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是年初计划，到年尾的时候计划都执行差不多了，纸都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年底就要高考，结果最后就没办法，临时征调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因为那个毛选大概是全世界印刷数量最多的书。我还记得每一卷毛选出版的时候，那个隆重啊，全国人民上街庆祝毛选第4卷出版，然后第5卷出版等等，所以当时备了大量的纸来印毛选第5卷，于是临时征调毛选的纸张来印卷子。由于经验不足，河南、山东好多地方把正反2面的试卷就印了1面，结果导致考生考的时候少了一半题，还得补考。吉林省还出现了印刷试卷的时候印废了的这个试卷就直接扔出去了，导致题泄露的情况。再有就是试卷印出来了以后连麻袋都没有，因为要装麻袋嘛，还得保密等等。当时在计划经济时代下，麻袋是叫防洪跟战备的专用物资，就是有洪水的时候麻袋要用，打仗的时候麻袋当然要用了，建工事啊等等。最后是有的省，比如云南省，是省委亲自下令战备物资的麻袋征用几千条，然后才把试卷装进去。怎么包装，一个麻袋多少份，怎么保密，如何交接等等吧，全都是一边摸索一边干。就这样终于迎来了10几年来的第1次高考。当然很多人，你想有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老3届都已经插队了很多年，尽管1个多月拼命复习，还是出现很多笑话啊。比如说有的省的史地考卷问说中国4大发明是什么，有考生回答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是文革的那一套。还有考生说长矛大刀、火箭原子弹，就是什么样的答题都有。那个时候连阅卷的老师当时连计算器都买不起。那个时候有没有计算器啊？不是说买得起买不起，我怎么记得我爸爸妈妈他们
都用计算尺，那个时候尤其是我爸，因为他们是做土木工程，我妈做建筑设计还好，我记得他们都是拿计算尺在那儿计算。计算器我印象中都很晚，反正那时候没有计算器，全部人工阅卷，怎么算分噼里啪啦拿算盘打。还有个顺口溜叫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走近一看是招办的。那个时候高考7、7、7、7、8级是最明显的，因为是积了那么多年的考生，7、8级的规模就更大一点，也更有序一点啊。所以很多学校7、7级没有，只有从7、8级开始，所以考进来的经常是一个班同学差10岁，差10来岁的都有。还有父母子女一块儿考上大学，兄弟姐妹同时考上大学，叔侄是一个班同学等等各种神奇的奇观。后来还拍了电影高考1977，那个电影投资人熊小哥也是我的好朋友啊，他就是7、7级考上的，所以他专门投资拍摄了这个电影。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的简直是就像过去家里中了进士一样，4乡5里敲锣打鼓来送各种东西，送你脸盆、毛巾、牙膏、牙刷和毛主席语录。所以那时候只要一旦家里考上一个大学生，家里就收一堆这东西，毛主席语录收一大摞。1977年的中国万象更新。最后讲一件小事情，就是法国最后一次使用断头台。法国这个处决犯人最早啊，那都在大革命之前了，巴士底狱之前是车裂，就更加残忍。后来法国大革命期间，大家说，哎呀，咱们这个宣扬自由民主博爱什么之类的，咱们就别车裂了，咱们就断头台吧，让人死得痛快点。发明人特别逗，他是看木偶剧，看到木偶剧里有一个机器飞快地切一个木偶脑袋，于是就发明了这个。大革命时期啊，无数的人上了这个断头台，在法国死刑一直使用断头台，一直用到1977年。这个很多人没想到啊，因为觉得法国好像那么现代的国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早就不斩首了，改枪毙了，法国居然还使用断头台，在这一年正式被废除了。在总共200年的历史上，法国断头台一共砍下了5000个人头。那之后再过了几年啊，到81年的时候，法国宣布取消了死刑。来到了振奋人心的1978年，去年刚刚大张旗鼓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周年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虽然这个粉碎四人帮是1976年，总的来说文革是从那时候结束的，但是文革结束之后还有2年，因为当时领导人华国锋坚持2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说的就怎么着，凡是毛主席，导致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拨乱反正，也没有办法走向新的道路，所以1978年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拨乱反正。11届3中全会召开，这个大家课本里都学了，我就不多讲了啊。小平同志正式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整个国家从1978年开始昂扬向上，迎来了40年的人类历史上都少见的飞快发展。1978年当然首先就是那一年迎来2届大学生，因为咱们讲的时候1977年是恢复高考，但是恢复高考是年底了，12月才考，所以入学的时候春天就入了一批学生，他们就叫77级大学生，但实际上是1978年春天入了。这里又包括了很多今天这个著名的人啊，包括徐小平当时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然后借了自行车赶考的冯仑。这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在三亚参加马云基金会的公益活动，当时也考进了西北大学。著名的投资人熊小哥、严严，这些都是1977级的大学生。包括后来一个神奇的组合叫3剑客，黄鸿升、李东升、全美荣，当时3个人一起考进了华南工学院，就现在的华南理工的无线电系。结果这3个人分别创办了创维、TCL 和康佳，占据了中国彩电后来半壁江山。然后招商银行的前行长马蔚华等等吧，各种各样的人，1977级人才辈出。1978级就更不用说了，因为77级确实是有点紧张，所以考的时候大家就1个多月复习的时间。
7、8级等于是正式大规模的全国的学生也好，所有的那些有志读书的但是被耽误了很多年的，都拼了千军万马挤一个独木桥，所以7、8级的质量之高在各个学校都是挑大梁的。著名的电影学院7、8班啊，就是所谓的第5代导演都是7、8年考进去电影学院的。因为7、7级有些学校没招生，所以到7、8级正式全部的展开。所以7、8班的电影学院这些什么张艺谋啦、陈凯歌啦、田壮壮啦，包括据说骑着毛驴去高考的张丰毅等等。然后音乐学院的7、8班出了4大才子，包括今天这个蜚声国际的谭盾啦，包括今天中国音协的主席叶小刚，包括在国际上获得很大声誉的郭文景，还有一个叫曲晓松，我还遇见过他。有一次我在欧洲遇见他，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坐酒店的 shuttle bus 去机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身上没带现金。我一看一个中国人，我说找他借几十块钱然后就聊几天。他说你干嘛的？我说我搞音乐的，我叫高晓松。他不知道，我还在那想，我搞音乐的高晓松你居然不知道。我说你呢？他说我也是搞音乐的。我说你是？他说我是曲晓松。我当时赶紧下跪，我说曲大师。他们班还出了一个作家，音乐学院出身的作家，就是当时曲晓松的女朋友，写著名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等等的刘索拉。那一年1180万考生，大家想大概是中国高考历史上最多的一届，因为10届拼杀一届，所以进来就电影学院7、8班，他们一个班同学差10来岁。也有从高中毕业直接考进来的，比如说顾长卫、侯勇，也有插队工厂工作10年的老三届陈凯歌、张艺谋。所以1180万考生啊，最后录取了62万7千学生。他们是改革开放这40年的中国的最重要的脊梁之一。那个时候因为是改革开放元年嘛，整个的中国还是相当的保守。1978年我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记忆，就是我在北京这个有个叫积水滩的地方，在积水潭里游泳。我妈从小带着我们游泳啊等等，我那个时候就应该已经有深水合格证了。那时候要在游泳裤上缝一个深水合格证，你才能去深水游泳。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正规游泳池啊，就是积水潭一个湖，中间隔了个铁丝网，这边深水那边潜水，你要游200米才能贴上那个深水合格证，觉得好光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在那儿游泳，然后看到岸上有2个人，青年男女，然后在那儿鞠着躬在那儿哭。还会上来，我说这出了什么事儿？大家说这俩流氓，其实就是人家在水里亲了个嘴儿。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是非常非常的保守啊，人家青年男女亲了个嘴儿，还不是学生，一看就20好几岁那种，被抓上岸来，然后示众，所有人围观，俩人在那哭，还得求大家说怎么让我们惩罚都没关系，请不要叫单位来，这俩都上班了，但是不行，最后一直到单位来人把他们领回去。那个时候出现这种事儿的下场是重则开除，再重点当然还能算你流氓罪，但是把你开除是正常，即使不开除也把你调到什么扫厕所呀什么，还是非常保守。但是生机已经破土而出，其中的能感觉到的生机就是开始有外国的交响乐团来演出，因为我去了，那个印象我非常的深刻。我去看了当时在文革后第一个来华演出的外国交响乐团，也是世界级的交响乐团，就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是当时震动中国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指挥家。当然其实他也谭盾就曾经指挥过波士顿交响乐团。我很高兴，就是谭盾已经跟我约好了，春节的时候他来洛杉矶要演他的大作品，然后说夫妇俩先到我们家来一起晚餐一下，这个很高兴啊，很期待。小泽征尔其实他生在沈阳，因为那个时候东北嘛还是日据的时代，战后又随着父母回去，成长为世界级的指挥家，而且他对东北的感情很深，所以后来他曾经跟艾敬合作过，因为艾敬唱了首歌叫你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什么这种。小泽征尔最大的特点就是指挥的时候那个特别奔放激情，我就记得他那一头半长的白发，然后在空中挥舞。因为我们是从小成长在那种特别压抑的环境下，就是人动两下都觉得有问题，所以小泽征尔那么奔放的是我第一次看见啊！我们家带我去看那个交响乐，那一年在小泽征尔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
演出之后的8个月，中美建交，就是你感觉到万象更新。然后中美建交跟台湾断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啊！从那个时候，中美进入了蜜月期，这个蜜月期一直持续了10多年之久。那个时候是中美之间非常的走得近，当然也是为了冷战啊，大家一起对抗苏联，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在那个时候是全方位的，甚至包括军事上。那一年我们的内政外交都做了巨大的转向，内政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停止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然后学界3中全会之前为了舆论准备，发起了一场浩大的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还订人民日报，所以我就经常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么大的标题，一篇一篇的社论，然后大家讨论什么才是真理等等等等。然后外交也做了巨大的转型。那你想，过去我们是勒紧裤腰带援助那些社会主义小兄弟，越南啦、阿尔巴尼亚啦，那简直是，这个想起来长叹一声的。当时中国那么困难情况，援助越南200亿美金，阿尔巴尼亚这就更不用说了，那么点一小国，恨不得每个人平均下来援助了5000块钱。但是那一年停下来了，所以在人民日报上以前老看见这俩国家，老看见越南、阿尔巴尼亚，现在转向跟美国建交，然后出访日本。1978年的时候，小平同志的正式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实际上已经是我党我军我国的最高领导人。因为华国锋同志犯了错误嘛，但是职务还是要逐渐的。3中全会是党的会，后来在人大上才正式把其他职务都辞掉。所以小平同志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访日本、新加坡，但是获得的是元首级的接待，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一共去了8天，见了天皇，见了首相，尤其是参观了那些现代化的工厂，在神奈川参观了机器人汽车厂。当时说我们中国最大的长春一汽人均年产1辆车，说看到日本一个汽车厂人均年产94辆。因为小平同志访日回来以后还拍了个纪录片，我还记得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一个震撼心灵的镜头，就是这个汽车要运出去的码头上停满了密密麻麻的汽车，然后东京街头那汽车像长龙一样。因为那时候在北京，你要站在街上的话，大概10分钟能看见一辆汽车就不错。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小学同学特别爱闻汽车这尾气味，因为它很少嘛，一过汽车就赶紧过去闻，说这尾气味很好。结果见识到了现代化的大工业，然后又去参观了一个钢厂，军机钢铁厂。军机钢铁厂的时候，小平同志就说能不能帮我们中国也建一个这样的钢厂。后来的宝钢就是日本帮着一起建的。又去松下电器会见了日本传奇的经营管理之神松下幸之助，又看到了那么多从来没见过的什么传真机、微波炉等等等等。小平同志走到哪儿都说我们中国也要这样，能不能帮助我们等等。打日本从1976年开始就大规模的援助中国，而且第一次有中国领导人开了记者招待会，好400位西方记者在那儿问你问题，你就直接回答。小平同志是第一位站出来说没问题，大家敞开问。还有人问他钓鱼岛的问题，哇，中国随行的官员都非常紧张，但小平同志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尖阁列岛，因为人家问的是叫尖阁列岛嘛，他说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确实有不同看法，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先要发展经济嘛，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小平同志说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这种回答的胸怀很不像以前大家对中国的印象啊，以前都是绝不妥协，绝不这那。小平同志这个广阔的胸怀以及这种情商吧，全场记者都折服。然后又问到文化大革命啊等等，小平同志也回答都非常的诚实。他说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毛泽东的错误，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错误，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们今天承认我们贫穷且落后，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向前走。然后他就访问了新加坡，见到了李光耀，也让李光耀吃了一惊。因为小平同志就问他说中国的对外方针你有什么建议，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李光耀大吃一惊，因为从来没有说哇这么大一国家领导人来问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李光耀马上就大胆地说你停止对马共和印尼共产党
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支持了大量在东南亚的共产党游击队，其实就是反政府游击队啊，就导致东南亚的各国政府，包括那时候排华呀等等，有很多综合的原因。其中有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支持当地的反政府的马共啊、印尼共产党的游击队，同时还在华南有广播。结果小平同志从善如流，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个李光耀到后来一生回忆起来，都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共产党的领袖愿意放弃一己之见，而且愿意倾听别人的话。那个时候小平同志已经74岁了啊。然后又问李光耀说，我们要改革，我们要前进，我们要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李光耀说教育。所以小平同志后来就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其他的再勒紧裤腰带，军队要忍耐，不发展先进武器，但是教育是一点都不放松。从日本、新加坡回来以后，就召开了改变中国历史的11届三中全会。其实大家想想，上个世纪改变中国历史的最关键的几个时刻，当然这个辛亥革命是一个时刻，然后49年建国是个时刻，11届三中全会1978年其实是能跟那2年并列的最重要的时刻，因为其实都是中国要向哪里去嘛。那辛亥革命告诉大家说中国要向共和去，那1946年告诉大家中国要向新中国去，那11届三中全会1978年说中国要向改革开放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了上个世纪最后短短的20几年，加上本世纪刚开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伟大的发展，应该必须用伟大这样词来形容。我还记得开11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哇，我们家所有人那个紧张的看着电视，每天翻人民日报，因为1978年1月1号正式有了新闻联播开播，但是那个时候有电视的是特别少，而那个时候录像技术还几乎是不行的，所以那时候基本都是直播。当然现在新闻联播也是直播啊，现在大量节目都是录播了，那时候什么都得直播。赵忠祥特别有意思，我当然是很小，因为家里有电视，我就看见他了。但是他后来跟我说，播了好几年新闻联播了，那就人最多的就王府井嘛。说我去王府井买东西，没一个人认得我，因为大家都没有电视，看不见他长啥样。大概新闻联播那时候可能电台也同步播出，所以很多人是听过他声音，但是并没有看见过这赵忠祥老师是长啥样的。11届三中全会最后做出了一个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实际上是把从建党以来的、建国以来的，包括大量的过去的历史认识，其实是做了平反，然后大家就拼了命在那看，我都看了一下，虽然我那会儿认字不多，但是我并不懂啊，他们能明白彭德怀平反啦等等啊，所以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国是结束了那么长的噩梦啊，但是整个60、70年代席卷全球的红色的浪潮，在全世界当时还没有完全结束，还在蔓延。咱们之前其实提到过2句啊，就是从69年咱们第一期播出的时候，咱们就说过60年代席卷全球的这个革命浪潮啊，在西方也出现什么红色旅啦，德国也出现了这种组织，然后到处都有别的象征，然后就是非常极左的这样的组织出现，包括新加坡，包括香港、日本，到处都是革命浪潮，包括美国。当然美国主要是反战啊，欧洲不是，欧洲是极左。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极左跟现在的恐怖主义还不太一样，咱们就叫它极左吧，实际上你也可以把它叫恐怖主义的开端之一。当然从慕尼黑奥运会开始就有啊，这个是因为极左的组织红色旅在意大利绑架杀害了现任总理，这个是恐怖主义这么多年以来，当然后来发生了911啊等等，但是说绑架杀害一个大国的总理，这还是第一次，这个实在是太猖狂了，而且是不是一般的绑架，就是总理去上班，而且总理还带着保镖坐在前面，后面的车里还坐着4个保镖，居然在一个年轻姑娘的领导下跳下4个人，然后用冲锋枪把保镖全部击毙，然后把总理给绑架了。为什么绑架呢？就是因为这个红色旅当时已经发展了好几年了啊，但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就被抓了，因为他们到处发动这种最开始当然还是左派应该干的事啊，什么工人运动啦等等啦，但是逐渐就转向激进。任何的一个左派运动或者叫右派运动吧，极端主义运动最后都会分裂成温和的一派和激进的一派。
这个红色旅中间也分裂过，然后现在就是激进这一派，激进到最后说为了营救当时的领导人，就绑架了总理，而且最后在把总理扣押了56天之后，由于意大利政府坚决不跟恐怖分子对话，也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答应了恐怖分子的这样的要求，这事儿就没完没了了。今天能绑总理，明天能绑总统，什么都可以干，教皇都可以绑，所以坚决不同意。结果他们居然把总理枪杀了，这个简直是震动世界啊！而且这之后红色旅还更加的猖狂，就不停的开始绑架，这有点像黑手党了。因为这意大利南部是黑手党，北部是红色旅，因为红色旅是从都灵啊、米兰这儿开始的，因为这个左派都是从所谓的工人组织里开始的嘛，黑手党是从农民中间开始的，所以它的大本营是在西西里，红色旅大本营是在意大利北部工业最发达的都灵啊、米兰啊这些地方。后来就越来越猖狂，一直猖狂到直接绑架美国的一个将军。这位美国的将军，而且是北约的南欧地面部队的指挥官，这下红色旅末日来了。因为你在意大利搞，你想意大利这个黑手党搞了那么多年都搞不掉，所以红色旅在意大利可以猖狂。而且在这之前，其实红色旅已经有很多进展，因为后来绑架人太多，意大利的好多地方就开始向他妥协，比如说你给我放这个，或者你停止解雇工人等等，都答应了。结果这次一绑架美国将领，而且还宣布了一个新的纲领，就是要和欧洲的其他恐怖组织，就是德国的赤军，著名的赤军，西班牙的恐怖组织埃塔是一个分离组织，再加上爱尔兰共和军，这个大家都太熟悉了，这都是欧洲最著名的几个恐怖组织吧。这一下把美国招到了，结果中央情报局介入了，然后意大利也立刻配合起来，以空前规模的力量摧毁红色旅。当然了，最后这位将军是被营救了，救出来以后，红色旅从此走向末日，纷纷被捕，然后被审判，整个就瓦解了。当然零零星星的啊，还有后边一些小的恐怖组织自己干点什么事儿，然后说我们是红色旅，但是基本上从那时候开始，应该说全世界的以左翼革命为号召的红色的这些东西，红色旅啦、赤军啦等等，从那儿开始都走向末路。中国都走向改革开放了吧？那全世界的所谓的这些东西都逐渐在熄灭啊。东南亚的共产党游击队，中国不支持了，也就逐渐的都熄灭了。后来跟政府都和解了，大家都回家种地了。再接下来的恐怖主义，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另外一种恐怖主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恐怖主义，主要还是中东的问题导致的。但是在1978年这一年，中东问题获得了一个飞跃性的进展。就是在美国的主持下，美国总统卡特亲自主持，在戴维营，戴维营就是美国总统的官方休假地，大部分美国总统说周末也好啊，有个什么假期就去戴维营。当然除了特有钱的总统，比如说布什家的2位总统，以及现在这川普老师，布什家族休假就回德州他们家大牧场，川普老师休假就回佛罗里达州他自己大庄园。但是其他的总统，就比如这个卡特总统就没钱，所以他是在戴维营休假，然后他就把打了那么多年仗的4·4中东战争的死敌埃及、以色列的领导人萨达特和贝京请到了戴维营，而且在他的努力的斡旋下以及压力下吧，最终达成了协议。其实73年咱们讲过，第4次中东战争之后已经在接触，但是由于很多原则性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就一直也没达成协议。但是这一次在戴维营签署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纲要，包括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把西奈半岛归还了埃及，这种重要条款啊，包括以色列分多少年，然后允许巴勒斯坦自己建立自治政权。其实今天大家看到中东格局主要是戴维营协议，虽然戴维营协议有很多条款最后没能执行，但是向前走了一大步。这2位萨达特和贝京也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一年的体育当然了，每次迎来双数年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了，要么奥运会要么世界杯。那一年世界杯是在阿根廷举办的，阿根廷夺冠。如果说这世界历史上有什么假球是比较公认的话，阿根廷夺冠那一届是大概99%的全世界人民除了阿根廷自己都认为那个是太明显的假球。当然了，原因也很简单，阿根廷这个国家很有意思，曾经是一发达国家，南美洲
甚至美洲最发达的国家他都当过，曾经当过世界第8大经济体。但是后来咱们就曾经讲过这个阿根廷啊、巴西什么，咱们就不多讲了。总而言之，后来衰落了，尤其是7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崩溃，然后就导致了军事政变。所以南美洲很倒霉，就反复在经济不行，然后军事政变。军事政变以后，军人政府还挺强硬，经济还能向前走一走，走一走又民主了，然后又不行了，然后又军事政变，就特别倒霉。南美洲这次军事政变是把当时的阿根廷总统伊莎贝尔·贝隆，他当然不是阿根廷，就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马当娜演过他的那个贝隆夫人，不是他，那是前任的贝隆总统的第2任夫人，她是贝隆总统的第3任夫人，所以才有了第2任夫人的那些悲伤的故事嘛，流放啊等等。所以那个被全世界人民歌唱的那个是第2任贝隆夫人啊，深受尊重。这位贝隆夫人呢是第3位夫人，她是舞女出身，但是由于那时候老贝隆总统已经老了嘛，昏庸了，最后传位给他，所以他能力也不行。军人们一看说这国家不能这样下去啊，发动了政变。政变以后就由陆军总司令叫魏德拉将军，后来还有一个叫加尔铁里的继任，就几个将军吧，来回来去就是军事独裁着阿根廷。但是就因为这个事儿呢，国际足联都准备不给阿根廷办这个世界杯，因为阿根廷获得世界杯资格的时候还是一民主政府，后来就军事政变了，就想转到巴西啊或者乌拉圭去。但是阿根廷的军人政府是拼了命的，不惜代价的，最后还是把这个世界杯给保住了。当时的足联主席还是埃贝兰热啊，是巴西人，但是呢花了很多代价，说我要花7亿美元办这个世界杯，占当时整个全国政府支出的10%，原定是7000万。但是最终啊，因为承诺这么多，当然可能还有底下一些事儿啊，最终就是还是他来办。但是这个军政府合法性没有，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振奋民心啊，凝聚爱国主义，当然就是军政府最重要的事儿了。所以军政府就一定要让阿根廷得冠军。结果指出了种种办法啊，其实那时候阿根廷队也没那么强，像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队0-4输给荷兰，当然那时候荷兰是巅峰啊。所以阿根廷小组赛的时候2胜1负，还输了一场，进了半决赛。那时候这个世界杯只有16个队，它的整个赛制跟现在也不一样，它就是16个队分成4个组，每个组前2名就进到8强，8强分俩组各自赛，各自赛出一个去夺冠军。所以阿根廷前面是2胜1负进了，但是进到第2阶段以后分成俩组，阿根廷跟巴西分一组，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淘汰赛，第2轮还是这个循环赛。这个时候巴西已经肯定进了，因为巴西已经积7分，6个进球数，阿根廷只积4分，只有2进球。最后一轮阿根廷对秘鲁必须赢5个球以上才能压倒巴西出线，全是照着剧本来。而且整个比赛过程之可笑，就是俩队一块努力往秘鲁球门踢，那秘鲁队企图弄俩乌龙，但是要不是门柱给挡出去，就是秘鲁制造俩乌龙都进了。但是无论如何大家一起努力一下，最后6-0大胜。其实秘鲁当时在小组赛成绩比阿根廷还好，阿根廷是小组赛2胜1负进去的，秘鲁在小组赛里也是3-1胜了苏格兰，0-0平了当时最强的荷兰啊，4-1胜了伊朗，是2胜1平，小组头名积5分，比阿根廷还成绩好。结果阿根廷居然就这么赢了他。据说给了多少钱是有好多个版本，后来过了很多年调查，有人写书啊等等，透露当时军政府是给秘鲁5000万美元，加上35000吨粮食，而且还给每个球员2万美元。那个时候2万美元很多啊，甚至提出过接受秘鲁的囚犯关到阿根廷了等等吧，反正就是要什么给什么。还有说有其他的第三方黑幕黑道什么出300万美金，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总而言之肯定是一场假球，这就不用说了，这是足球历史上的耻辱。当然最后面对荷兰，这克鲁伊夫没参加，他就3-1赢了荷兰，捧了世界杯。哇，整个阿根廷欢腾。但克鲁伊夫为什么没参加呢？有人说是他的家人被绑架了，他不得不去处理这事儿。那你说谁去绑架他家人呢？大家想一想。当然了，也有说他是反对阿根廷军政府、独裁政府，他就不来参加。反正总而言之，荷兰最有希望得世界冠军的2届、74届、78届都失败了，当了2届亚军。阿根廷全国人民沸腾了，但是这只是
昙花一现，经济还是不行，军政府还是贪腐，军头们争权夺利，加尔铁里又上来继续独裁。接着就是到了1982年，最终铤而走险，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这个爱国热情，就发动了马岛战争。咱们到82年的时候再去讲啊。最终这些军人都没有逃脱审判，因为他们在执政期间，咱们就管它叫人间蒸发吧，那就是后来调查说不但杀害，然后把尸体装在运输机里飞到海上，然后投到海里去，前后消灭了异己分子，就是各种反对军政府的吧。当时清洗的包括进步学生、工会骨干、左翼知识分子等等吧，这些最后失踪了，尸体都没地找，大概有3万人，所以他们犯下的这个罪行，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审判。来到了1979年我已经10岁了，我已经上了3年级。1979年发生2个失败的事件，就是到了3年级，家里开始想这个你要干点什么，你总得折腾点事儿。于是呢，那一年发生俩事儿，一个就是我们家让我去考北京外校，北京外校全称应该叫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那是一个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反正基本上进了外校就一路最后到北外什么之类的吧。那时候全国重要的城市都有外校，北京外校、上海外校、南京外校、杭州外校都算当地相当好的学校吧，而且出路也很明确，就是最后到外语学院，然后成为一个外语人才，大概是这样。后来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爸妈说你就去考呗，如果你考进北京外校，等于相当于转学了，就去北京外校，从大概3年级开始上，你就省事了，后边就一路就那么走下去了。于是我就去考，我属于那种没什么主见，就是让干嘛反正就干嘛，可能家里老大都这样吧，老大都是一切都行，老小可能有点反抗精神，所以我就去考，当然就比较顺利了。考试对我来说就一直都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儿，大概所有的考试印象中还没有得过99分，就都是100分。然后学校搞什么速算比赛等等，印象中就是俩监考老师站我两边，等着我先做完，应该肯定是我先做完。我记得有一次我做完了，大喊一声做完啦，还把卷子向空中一扔。从小就是比较张扬的性格，所以去考试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于是就顺利通过了笔试，然后就去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其他的题我忘了，我就记得问我党中央主席、副主席都是谁，我还记得那个答案，因为当时虽然小平同志已经确立了我党我国的领导人地位，但是实际的职务还是华国锋是党中央的主席，然后总理什么军委主席，小平同志是副主席。我记得我当时还回答说副主席是邓小平、陈云，反正就答对了，然后就顺利通过面试。那会儿长得也不错啊，可能面试也看看长相，但是个子可能不高，我属于那个小学时候特别矮，做操就排第一个，最后就体检过了就上外校了。幸亏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特别怕痒痒，我从小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怕痒痒，谁要挠我2下我就投降了。所以我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医生要摸我肚子，大概是摸我肠胃还是什么呀，反正我就特别痒，哈哈大笑，然后死活不让摸。最后体检没通过，就没去北京外校。当然了，我如果去了北京外校，可能人生就改变咯，这一辈子就变成了一个学外语的人才。当然有很大的好处咯，就是我就会进入那种一个班里没俩男生全是女生的大学，然后我就会变成另一个高晓松，变成另一个矮大紧，因为这个环境会给人很不同的成长，以至于我没上了北京外校，回到西师附小，最后考上了北京四中，然后就学了礼，最后去了一个班没俩女生全是男生的清华，于是整个人生的味道就变了很多啊，也不知道哪个更幸运一点。总而言之，失败了一次北京外校，
然后就是我做操嘛，老是站在第一个，因为我个子矮。我记得当时我上课也坐第一排，然后我同桌那个女生特别高，比我高好多，以至于我每次老师一进来起立，我就老看见她下巴皴了一大片，反正印象极为深刻。我小的时候印象都是那种形象思维的那种印象，就是我的同桌下巴皴了。皴可能南方的同学不知道什么叫皴啊，北方因为比较干燥，冬天的时候这个皮肤会皴裂，就是变成那种红红的干干像树皮一样。我皴的地方是在我的2个脚脖子上，因为大概棉鞋跟裤子之间会漏风，所以每天脱了棉鞋泡脚的时候，哎呦痛极了，因为那个地方是裂开的，能看见血丝。小时候都是这种支离破碎的印象。我那天还突然想起来，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印象，就是幼儿园老师总是在一个水池子那儿挤奶，然后挤的还有声音，就是那种特别奇怪的一个印象。大概过了很多年，我还问我妈，我说为什么他不拿奶喂孩子，他要挤在那儿啊？我妈还说那不是为了你们吗？那有奶的时候到时候就得喂，但是他因为在幼儿园工作，他没办法喂自己孩子，所以胀得不行就只能挤喽。我由于个矮，站在第一排做操，结果被什刹海体校来挑人，居然挑上我去练武术。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我居然还曾经练过武术啊！什刹海体校的武术可是李连杰杰哥当年就在那儿练武术啊，郎平在那儿练排球，那可是北京最好的体校。当然了，那体校里分专业队跟业余队啊，我肯定是去那业余的，于是就在那儿练武术。但是我从小不知道是我们家给我吃钙片吃多了还是怎么着，天生就是筋特别差。我就记得人家一踢腿全踢脑门上，只要我踢腿就只能踢30度，给我们那教练气的。我们教练才17岁一姑娘，结果在什刹海体校练了半年就被辞退了，退回学校，说因为这哥们儿实在练不了武术，说筋太差。我到今天都是，我可能这辈子没有见过筋比我更差的。小的时候能踢30度的腿，现在只能踢15度，就是我在那踢腿，人家以为我走路呢。但是好歹也去什刹海体校混过啊，那个时候在北京学校里说你在体校这个事儿好像有点特别骄傲和光荣，就别人还看你有点触你一头，而且还练武术的，其实啥也没学会，大概是只学了一套拳，由于那个腿也踢不起来，胳膊也弯不过去，总而言之没有使用那东西打胜过任何一仗。所以那一年我的经历就是2次出击都失败了，北京外校跟什刹海体校。唯一的好处就是因为要去什刹海体校去训练，所以每天能有1毛钱，1毛钱要坐公共汽车坐8路到什刹海去。但是我呢是特别会逃票的那样的人，所以我经常逃了票，于是兜里就多了1毛钱。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个。当然了，逃票不是一件好事啊，请勿模仿。我也是因为遇见了一次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后来就再也不逃票了。就是有一次我被售票员查了，我那时候确实身上没钱了，家里那时候也没钱，穷啊，就给1毛钱，然后我在出发的时候就已经买了糖豆，导致1分钱也没有，我也没办法，然后就在那儿特别可怜那样。然后这车上居然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吧，大概是就跟售票员急了，说这孩子一看就是一好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人家肯定就是没带月票或者什么票丢了，你说你看人这个可怜样，你有没有人性啊？什么什么，把售票员给骂了一顿。然后售票员特别无奈，说我就干了那么多年这行，我用膀胱看他一眼我就知道他在逃票。其实我演技并不好啊，但是在那一对年轻人的抗议下，最后售票员也没追究。但是那天回到家我就特别内疚，觉得其实完全是我的错嘛，还导致别人为我见义勇为。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逃过票。大概下一次逃票就已经是，那不叫逃票，就是真是身上没钱，就已经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了。
我1分钱也没带，上了375还是331才发现，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也没逃票，我是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崭新的微积分呐什么，那时候大概上大一，然后跟售票员阿姨说，我实在是没带钱，我能把这本书抵押给你吗？结果在非常尴尬的时候，旁边有一位老教授听见了，说你是清华学生吗？我说我是。老教授说你怎么能当课本呢？说你太不像话了，把我说了一顿，然后他掏钱给我买了张车票，那是我最后一次，所以大家请勿模仿啊，逃票不是好事情。我自己的小小人生就不谈了啊。79年，中国继续昂扬向前。这一年发生的在世界上算重大的事儿吧，在中国也算重大事儿，就是小平同志出访。79年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小平同志实际上职务并不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是华国锋同志。虽然已经扭转了他推行的2个凡是，在逐渐扭转他当时的很多做法，比如说他实际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地方挂的画像都是毛主席、华主席并列，那个时候还是今天想有点不可思议。而且华国锋当时我还记得修改了一版国歌的歌词啊，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了啊，因为今天的国歌歌词就跟当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候歌词是一样的，就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但是我还记得我们小学时候学过一版华国锋让人修改的歌词，叫反正都改成那种革命歌词吧，最后是我们万众一心，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就是2个凡是的代表啊。但是后来小平同志又把它给改回到原来最初的国歌的版本了。所以小平同志出访的时候，美国呀、日本接待的规格就是按照元首的接待规格，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时候中国的实际领导人就已经是小平同志，所以他访美是震动世界，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一个新中国的领导人啊访问美国。其实蒋介石也没访问过美国，等于是从有国民政府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么多年，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啊，国民政府虽然蒋介石没访过美，但是宋美龄2战期间访美非常轰动啊，在国会演讲啊等等，但是那个性质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是盟国跟美国，但是新中国刚建立就是抗美援朝嘛，跟美国就打，然后就是冷战，这么多年一直是这边是美帝呀，那边支持蒋介石、台湾等等。总而言之，78年是发表联合公报，79年正式建交，然后终于有一个红色中国的领导人去访美，所以美国也非常重视。发生几件有意思的插曲啊，一个就是出发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也说明了小平同志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这个他的专机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又开回来了。然后又等了1个多小时才起飞，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访美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啊等等要去送行嘛，大家都去机场送行，李先念副总理啊等等都去送行。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说跟大家挥手告别。那天还挺冷，那天是大年初一，正月初一出访啊，这是小平同志专门选的日子，觉得这是良辰吉日，一年遇始，万象更新，所以大年初一很冷，大家站机场上。结果这时候刚送完行，传来上海的天气没法降落，因为那时候到上海加油才能再飞美国，所以要推迟起飞。然后当时就请人说，小平同志，那你就回到那个候机室去等着吧。小平同志说，我倒是可以回去，可是站立在外边送行的人怎么办呀？说我要没走，他们也不能走。小平同志说，咱这样吧，你先把飞机往那跑道尽头开一开，让他们都先回去，外边太冷了，然后咱再开回来。所以才导致这专机开到跑道头，然后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说明小平同志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啊。然后飞到了华盛顿，也是有一些小细节特别感动美国人，就包括在肯尼迪中心，一群美国小孩唱歌啊，欢迎小平同志，然后唱中国歌曲。小平同志结果就弯下身去，连续亲吻了4、5个小孩的额头，哇，当时感动的。那时候不像现在啊，大家资讯很发达，交流也很发达，来来往往。那个时候是跨世纪的破冰之旅，然后看到红色中国领导人亲吻小孩，那些家长都哭了，就觉得哎呦，原来所有的互相宣传
妖魔化对方这么多年，结果来一看说其实很温暖的一个老人。那次出访还时间挺长，去了很多个地方。我大概第一次听到一首美国歌，大概就是那一次，因为我记得小平同志在美国的时候，当时美国的一位著名的歌手啊，叫 John Denver 约翰丹佛，后来在中国也很有名，因为他唱的什么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在中国特别流行。那次去好像是给小平同志唱了 Rocky Mountain High 高高的落基山，所以我从电视上第一次听到了美国人唱歌，很有意思。那个时候因为当作元首接待嘛，所以保安也非常的严密，但即使如此还发生2起刺杀。因为那个时候你像中美建交跟台湾断交，那边一些顽固分子非常的愤怒啊，然后要报复，所以台湾有情报机构也在这收买意大利杀手啊什么，还有3K 党的进来，当然都被美国和中国也派了很多人去啊，因为那个时候从来没去过美国，也不知道美国的安保什么样，我们也派了很多人去，当然主要还是由美国执行啊。卡特总统应该说卡特那4年里最风光的时刻就是在美国迎接邓小平，比戴维营协议的时候还要风光，所以他也配了很多人，联邦调查局等等保护这个小平同志，所以2次刺杀都失败了，最终是成为了一次非常非常应该说巨大成功的访问。从那时候79年开始，中美进入长达10年的蜜月期啊，而且小平同志一回到中国，我们就对苏联的小兄弟当然也对我们挑衅了很多年，同时也去侵略了我们的重要的兄弟柬埔寨的越南，不听话的越南，我们勒紧裤腰带援助他200亿美金，最后他干这些事儿，所以回来以后大规模的叫自卫反击战。那其实大家也都看得比较清楚嘛，就是自卫反击战，那当然是我们跟美国进入蜜月期了，然后越南是苏联的小兄弟嘛，所以我们痛揍了苏联的小兄弟。小平同志在访美归来的路上，其实在去的路上飞过东京的时候，就已经给当时的首相大平正方发了电报，说我现在飞越上空，但是我特别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能待2天跟你聊一聊。大平正方说非常感谢你，等着欢迎你，感谢你不忘老朋友。所以小平同志归来的时候就停在东京跟大平正方见了面。当年的年底，大平正方还正式访问了中国。当时大平正方访问中国的时候还专门问到了说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小平同志专门在那一次回答中首次提出了小康这2个字，小康的目标，而且说到我们准备实现4个现代化。当然4个现代化最初是周总理提出来的，但是小平同志说我们如何实现4个现代化，我们不是像你们那种现代化的概念，我们还做不到，但是我们是小康之家。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坐在小学的教室里，听墙上那个方方的喇叭传出来说为了实现4个现代化而奋斗。我当时还想4个现代化当时说2000年实现，我都31岁了，我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那时候小时候觉得人到31岁都该死了。大平正方这一次访华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日本开始大规模的援助中国。日本当然心里对中国是有愧的啊，这是不用说的。而且因为后来中国变成了复杂的外交关系，谁来跟日本签订这个合约啊，各种各样复杂问题。总而言之，当时日本也使了一些这个招数吧，就是没有对华赔偿战争赔款，但是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是巨大的，所以日本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跟美国也进入蜜月期，中国跟日本也进入了非常友好的时代。日本从那个时候持续的大规模的援助中国，当然大部分是贷款啊，很多是无息贷款，那有些是有息，也有一些是无偿援助，无偿援助占的比例不是很高，大概几%吧。那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雪中送炭的有这么几波，当然港台的，尤其是从开始香港啊，后来台湾来内地投资，这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另外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日本大规模的援华，其实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包括当时的一些重大的工程，像北京地铁的1号线、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中国的第一条重载铁路大秦铁路，大通到秦皇岛，那是中国煤炭出口的重要的大动脉，因为那是重载铁路啊。然后武汉长江二桥等等吧，这些大型的项目都有日本援助的身影。虽然今天国际形势变化，大家说反这个反那个，但是那个时代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包括中美那10年蜜月期美国对中国的支持跟援助，其实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每件事都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什么时候人家帮助过我们，什么时候人家侵略我们伤害我们，我们当然是要这些都分得清清楚楚，犯下的罪行是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也曾经援助过中国，该感谢的也要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在这一年也正式的扬帆起航啊。在我们的股票市场有一只股票叫001979，就是招商蛇口的股票。为什么叫001979？就是因为1979年改革开放当然是一个很宏大的事业了啊，但是实际落地都是从每一个地方每一条战线小小的开始。当然农村有这个包产到户，工业这边就是正式在蛇口建立了工业区，所以这一天1979年就是蛇口工业区诞生，也标志着改革开放在工业方面的重大进展。所以这只股票后来上市叫001979。包括老百姓非常能感受到的改革开放，就是第一次出现了广告啊，因为在很多年从来没有人见过说媒体上出现广告。那个时代的媒体全都是口号啦，什么这个文章啦，就是那些东西。但是1976年的1月4号，天津日报登出了一个天津牙膏厂的广告，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第一个刊登广告的新闻媒体。今天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当时震动了不光是国内震动了全世界。当时挣了700块钱，就牙膏厂花了700块钱发了一条通栏广告，然后各种世界各地的媒体，包括香港媒体好评如潮，说这是思想巨变，这是改革开放惊涛骇浪的象征。香港大公报甚至说，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起航。大家想想，那个时候从700块钱登一条广告开始就是从那儿开始起航。然后上海也是这个时候，年初的时候，延安路上第一次出现了户外广告。上海的文汇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说为广告证明，引起很大震动。那时候大家觉得广告是不是资本主义啊，广告是不是西方那些东西啊，结果我们正是为广告证明。紧接着就是上海电视台申请播出广告，第二天就批下来了，正好就是农历新年，就是小平同志出访那一天正式登出来的广告叫深贵养荣酒酒厂还是最有钱的到今天都是。接着就是1979年的3月15号，这个日子在后来变成了消费者日那个时候还不是。但是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雷达表，那个是不但轰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大量的人老同志来批评说出卖主权，说怎么能在我们国家电视台播出西方的广告吗？这不是卖国行为吗？结果导致当时上海电视台负责人和广告负责人2个人都被撤职。所以改革开放不是一条那么笔直的大道中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曲折，从广告这件小事都能看出来。1976年中国还召开了第4届全运会，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感觉到开始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到处虽然不是那么大规模的感觉万象更新，但是感觉到处都有一些小小的苗头出来。包括第4届全运会的时候，大家感觉到整个国家开始士气旺盛，昂扬向前。这是1976年中国的事情1976年世界上还发生了几件深远的影响了世界格局直到今天的大事件，其中一件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实际上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前，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跟以色列打了很多年仗的埃及叙利亚包括伊拉克，包括土耳其等等，大部分国家都是比较开明的，就是实际上那么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国家是很少很少的。
伊朗实际上是非常开明，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照片，穿超短裙啊，也不戴面纱，跟西方没什么区别。当然了，这事儿要分两方面看啊，一方面伊朗当时是很开明，一点都不保守，另一方面巴列维王朝，当然伊朗还是个帝国啊，这个巴列维国王以及他的整个的政府当然也不是个民主政府啊，只是文化上比较开明，但是也贪腐啊等等啊，也大跃进，搞了很多很多这个花钱如流水的事，虽然有石油，但是也负债累累。那个时候光买武器，把美国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全买来，包括 F-14，美国海军的主力战斗机啊，只有一个国家买得起，或者叫只有一个国家买了，而且美国也卖了，就是伊朗。所以伊朗后来从两伊战争开始等等到后来一直还有 F-14这么先进的战斗机。当然后来因为革命以后没有零备件了啊，逐渐不行。包括当时美国给伊朗建的4艘基德级的驱逐舰是美国自己都没有装备的最先进的驱逐舰，当时美国自己最先进的叫斯普伦斯级，这基德级是在那基础上又改进了，比美国自己的现役的军舰还要先进，都为伊朗建造，所以也最后负债累累，导致革命啊，因为贪腐啦、独裁啦，最后革命了。革命就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革命之后，伊朗变成了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家，就是一直持续到今天啊。大家看到的伊朗，当然今天的伊朗已经比之前的要改革呀等等，又要开放很多了啊。那个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保守。当然也发生了著名的人质事件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把美国的外交官啊等等都包围在使馆里，然后他们怎么逃脱呀？美国怎么营救？然后还营救行动失败，然后又怎么从地下把外交官从加拿大使馆又转移到最后等等等等等这些事儿，大家去看一个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的电影，2012年叫《Argo》，拍得非常详细，但实际的过程比那还要精彩啊。所以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深远地影响了世界的格局，紧接着就发生接着要讲的第2年的什么两伊战争啦，后来就是中东的各种形势吧，包括后来的恐怖主义啊等等，都跟这个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另一件应该叫更加深远地影响了世界上世纪的历史的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虽然阿富汗是一个没那么大的国家，没那么重要的国家，但是阿富汗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这世界历史上没人征服过阿富汗，连大英帝国最强大的时候也没征服了阿富汗。结果苏联就出兵了阿富汗，原因也很简单啊，这个当时冷战嘛，东西方都有阵营，所以阿富汗就不听话了，新上了一个领导人叫阿明，然后苏联当时就觉得这个不听话不行，要干你。那个时候苏联的国力已经到顶峰啊，70年代因为美国比较向后退，就是福特卡特期间啊，美国这个整个的从军事到各方面都在往后退，苏联那时候感觉到有点如日中天，所以就说阿富汗这么一个小国2天就打完了，结果没想到阿富汗战争打了10年之久，基本上就是打到苏联解体。所以苏联解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陷入了阿富汗泥潭，当然美国啊西方国家也支持阿富汗的游击队等等。那个时代持续了很多年，电视上新闻有一个固定的就是讲阿富汗战争，说又击落了多少苏联飞机，然后又怎么样。包括阿富汗战争时期啊，美国支持的其他的伊斯兰组织反苏的，那后来又变成反美，比如拉登就是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从沙特去了那儿，然后美国支持他，结果最后苏联解体，然后冷战结束以后他们又变成反美的组织，所以这件事实际上是直接导致冷战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里根80年上台啊，星球大战啊等等又是其他的原因，当然还有苏联内部的原因，但是入侵阿富汗是非常直接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从这儿开始草灰蛇线伏言千里，就埋下了冷战结束的伏笔。那个时候1979年还是冷战的高峰期啊，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小事儿，就是欧洲到那个时候为止最大的一个热气球，居然是一个东德家庭自己自学成才自制的一个28米高的巨大气球，后来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用来干什么呢？就用来准备逃到西德去，因为那个时候
东德不停的有人逃到西德去，还有张著名的照片啊，有个东德卫兵扔了枪飞奔，但是各种方式逃亡都有很大的风险，被打死的啊，包括那个士兵照片里的。最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东德一个家庭在自己家后院做了一个大热气球，装着他们的夫妇2人和4个孩子，结果就真的起飞了，从东德，然后飞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开枪射击，但是他们的热气球一下升到2800米，枪也打不着，探照灯都看不着。最后说要空军把它打下来，但是他们已经成功的降落，但是他们当时不知道降落的是什么地方啊，是东德还是西德，就躲在那个吊篮里躲了24小时，直到有人来揭开气球，因为气球盖在那上头，然后对这帮人说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的领土。所以冷战期间的小故事啊，在浓厚的冷战氛围里，1979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台了，她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一举扭转了工党执政时期英国的整个的衰退。整个70年代不光是美国，英国也是，航母也都拆掉了，军事力量急剧衰退，然后经济也不行，工党政府推行那些社会主义政策导致资金外流啦等等啦。但是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及第2年明年咱们要讲的这个里根上台，彻底扭转了西方的颓势。有关撒切尔夫人因为咱们讲过很多了啊，咱们就不多讲，未来还要在中英谈判香港回归的时候，她还会出现在咱们节目里。